高血压最怕的3种维生素，及时补充可有效控压。在应对高血压这一慢性疾病的征程中，药物治疗与定期监测固然关键，但营养素的补充同样不容忽视。特别是维生素，作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对于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促进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在高血压的预防和治疗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一、高血压最怕的3种维生素是什么？一、维生素 D。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2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研究团队曾做了这样一项调查，他们对7951名受检者进行横断面研究，其结果表明，血压升高的风险随着血清维生素 D 浓度的增加而降低。这是由于该营养元素能够作用于血管平滑肌细胞，减少其紧张度，使血管保持舒张状态，从而降低血压。同时，它还能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管结构和功能。钙是维持血管壁完整性和弹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当体内钙含量不足时，血管壁容易变得脆弱和易破裂，从而增加高血压的风险。对于罹患该疾病的患者来说，适当补充该营养元素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增加日光照射、食用某些食物，如鱼肝油、蛋类、乳制品等或服用补充剂等方式来补充。2、维生素 C。与维生素 D 不同，这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也是人体必需的抗氧化剂之一。早在1994年，便有学者已经提出了该元素具有抗高血压作用这一假设，并确定了生物学上的合理性。2、关院院等研究人员也曾做过一项荟萃分析，他们纳入了8项关于维生素 C 对原发性高血压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文章，总共包含了614名受试者，其结果表明，补充维生素 C 可以显著降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3、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其血管壁时常面临体内超氧阴离子、羟基和过氧化氢等有害物质的侵袭与损害，而该元素可通过与这些物质结合，有效调节血浆内的氧化平衡，从而减轻对血管内皮细胞的负面冲击，以维持血管的健康状态。4、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可以通过食用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柑橘类水果、草莓、绿叶蔬菜等，或服用维生素 C 补充剂等方式来补充该维生素。3、维生素 B2。该维生素又被称核黄素，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参与能量代谢，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同时还可维持心血管的健康。一项曾刊登在 Hypertension 期刊的文章就深入探讨了核黄素与高血压之间的潜在关联。这项研究由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科研团队主导，他们通过对超过 1.2 万名参与者的详尽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增加维生素 B2 的摄入量，高血压的患病风险下降 26.5%。这一发现为维生素 B2 在高血压预防中的潜在作用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据。这可能是由于此类元素能够参与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过程，促进其转化为其他无害物质，从而保护心血管健康。维生素 B2 还可维持血管壁的厚度，在缺乏该维生素时，血管壁会变薄，在高压的影响下，变薄的血管更易造成出血，引起一系列并发症。该维生素主要富集于奶制品、蛋黄、鱼类以及动物肝脏等动物性食品中。对于严格遵循素食饮食习惯或动物性食品摄取量显著不足的群体而言，维生素 B2 缺乏的风险显著增加。这一类群体可以选择通过药用维生素 B2 片或复合维生素 B 片作为有效的补充手段。以上3种维生素在高血压的预防与辅助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中，药物治疗仍然是最重要的手段，大家切忌本末倒置。补充以上维生素也并非只是简单的一味摄入，其中也有一些细节需要我们去留意。2、补充维生素的注意事项有哪些？1、食补。食补是维生素补充的首选方式，它在提供维生素的同时，还带来其他营养素的协同作用。通常来说，只要保持膳食均衡，摄取多样化的食物，通常就能满足机体的维生素需求，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烹饪方式也是影响维生素含量的重要因素。由于水溶性和脂溶性的性质，前者会在长时间的水煮或炖煮过程中大量流失于汤水之中，
后者同理，若高油热炒，营养元素也会大量流失，因此大家最好选择清蒸、少油快炒、快速焯水、白灼等烹饪方式。食物的新鲜程度也会影响维生素的含量，应尽量选择新鲜、无污染的食材进行烹饪。食物之间的搭配同样需要注意，有些食物之间会相互作用，影响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例如，咖啡因和酒精会抑制维生素 B 族的吸收。红萝卜、胡瓜、南瓜中的分解酵素会影响维生素 C 的吸收。在搭配食物时，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以确保维生素的充分吸收和利用。2. 药补。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可能需要通过补充剂来弥补食物中维生素的不足。在选择药补时，需遵循医生或说明书推荐的剂量进行补充。根据相关膳食推荐，维生素 C 每日补充100毫克即可，至多不超过2000毫克，过多抑制草酸结石、痛风。维生素 D 的每日宜补充400 IU 到600 IU， 过多抑制高钙血症、肾结石，最高耐受量为每日2000 IU。成年人维生素 B2 最佳摄入量为 1.4 毫克每天男性和 1.2 毫克每天女性。过量的维生素 B2 虽然会随尿液排出，但为了维护身体健康，我们还是应当遵循推荐剂量进行合理补充。药补时，我们还需要注意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维生素 C 补充片剂不能与磺胺类、碳酸氢钠、红霉素等药物同服，维生素 D 不能和洋地黄类药物同服，维生素 B2 不宜与甲氧氯普胺合用。如果正在服用其他药物，两者之间最好间隔2小时以上，避免不必要的风险。维生素补充剂的保存也有讲究，药瓶最好存放于阴凉干燥处，每次取药时应快速及时盖上盖子，防止水溶性的维生素受潮而失效。虽然大部分维生素怕热，但也无需将其置于冰箱中，冰箱环境只会加速药物受潮的速度。由于维生素 B2 极易怕光，在起封30天后，余下的药物可能就已经无效了。此时最好换一瓶新的药物。在长期服用维生素补充剂时，我们应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以监测维生素水平和相关健康指标的变化。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补充效果，并根据需要调整补充方案，还可保证我们的安全。综上所述，在补充维生素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食补和药补两种方式，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补充方案。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补充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和注意事项，以确保维生素的充分吸收和利用，为高血压的控制提供有效的营养支持。高血压的控制并不仅仅依赖于维生素的补充，更需要我们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调整。除了维生素补充之外，患者还需要注意饮食和运动，按时服药和监测血压。只有这样才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控制血压，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维生素作为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在缺乏时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症状。这些症状在高血压患者中可能会更加明显或有所不同，它们还可能会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和高血压的管理。3. 高血压缺乏维生素会出现什么症状？骨骼、肌肉问题。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肌肉健康的关键维生素之一，它有助于身体吸收钙质。当身体缺乏时，由于骨骼得不到足够的钙质补充，患者可能会出现骨骼疼痛、骨质疏松等症状，还可能影响肌肉功能，导致肌肉无力和易疲劳。而疼痛本就会使血压升高，肌肉无力则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活动能力，导致更少的体力活动和更多的静坐时间，从而不利于高血压的管理。口腔和眼部问题。维生素 B2 是参与能量代谢和细胞呼吸的重要维生素，在缺乏的情况下，口腔和眼部黏膜可能会出现炎症，表现为溃疡、口角炎、唇舌炎以及结膜炎、睑缘炎等。免疫力下降。维生素 C 是一种具有强大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它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维生素 C 的缺乏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使患者更容易受到感染等疾病的侵袭。由于高血压患者往往存在血管内皮损伤和炎症反应等问题，如果缺乏维生素 C 的支持，伤口愈合速度可能会变慢，甚至引发感染等并发症。这些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还可能增加治疗难度和医疗成本。
维生素 D、维生素 C、维生素 B2 都是有助于稳定血压的宝藏营养元素，大家可以通过饮食或药物来补充。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维生素补充只是高血压控制中的一部分，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和其他生活方式的调整。只有通过全面、综合的治疗，才可以更有效地控制高血压，降低并发症风险，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